如果我问你，人类文明会在哪一天迎来大结局？你可能觉得我在扯淡，或者又在说什么玛雅预言、推背图之类的玄学。但如果我告诉你，早在65年之前，就有一群非常严肃的科学家，在一本全球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上面，用数学公式算出了一个精确到天的日期呢？这个日子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2026年11月13号。而且呀，如果你去查一下万年历，这一天正好是西方文化当中最禁忌的黑色星期五。这事得从1960年说起。那一年的11月4号，著名的科学杂志就刊登了一篇标题非常耸人听闻的论文，叫做《末日：公元2026年11月13号星期五》。作者呢叫海因兹·冯·福尔斯特，这个人不是神棍，而是当时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他呢是控制论的奠基人。简单的说，他专门研究复杂系统是怎么运作的。他当时呢和他的团队做了一个很枯燥的事情，他们把公元前几千年开始一直到1958年的所有人口普查数据就喂给了当时的计算机。他们的目的呢就想看看那人类这种物种它的增长有没有一个终极的数学规律呢？按理说啊，我们在生物课上都学过，任何生物种群的增长啊都应该符合 S 型曲线，就像那个培养皿当中的细菌，开始长得快，随着空间食物不够了，慢慢增长就慢下来，最后持平。这个呢叫做环境承载力。但是福尔斯特就发现呢，人类跟其他物种不一样，用计算机算出来的结果呢不是 S 型，而是一条双曲线。而且呀，它这条曲线都没有变平的意思，反而是呢越往后越陡，最后呢几乎是垂直于 Y 轴。于是他们推导出了一个公式 ，n 等于 c 除以 t 零减 t。这个公式大家不用研究多复杂，那个上面的 c 是一个人口常数，关键是分母当中的 t 零。在数学当中，意味着当时间从 t 走到 t 零这一刻，分母变成零，最终的结果呢是无穷大。而福尔斯特呢就解出了这个 t 零的时间，就是2026年的11月13号。这一篇论文发出来之后，那被学术界就喷惨了。人口学家就说这根本不科学呀，地球哪有那么多的资源养这么多的人？那还没到那一天，人早就因为饥荒、瘟疫或者战争就死了一大半了。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这样，随着避孕技术的普及和工业化，全球人口增长确实慢下来了。这篇论文就成了科学家的一个笑话，大家就觉得你这个控制论的大师算错了吗？但是我们现在站在2025年的末，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公式，福尔斯特是搞控制论的，他研究的是信息的信息密度和复杂度。但是在1960年，他那个公式当中的 n 指的呢主要还是碳基人类。那如果不是碳基人类，而是广泛的智能体呢？在1960年的时候，地球上只有一种智能实体，就是人呐。但是在2026年，地球上很有可能将出现另外一种相当智能水平的智能实体，它的增长方式正好符合那条双曲线，这就是硅基智能 AI。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层逻辑。福尔斯特很有可能并没有算错，他只是没有猜到他算的人口的形式变了。那个黑色星期五预言的不是世界末日，而是人类作为这个地球唯一的智慧主宰，这个历程终结了。为什么这样说？你看现在硅谷的大佬里面，他们去计算的和60年前的这个公式是非常一致的。OpenAI 的 CEO 山姆奥特曼最近呢总是强调一个词，叫做智能的边际成本趋向于零。什么意思？就是说未来产生智能这个事情啊，它不需要像人类一样怀胎10月哺乳3年，它只需要花一些电费就可以了。根据硅谷泄露出来的路线图以及雷库兹韦尔的预测曲线啊，2026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一年 AI 将从现在的叫 Chatbox 的这种聊天机器人进化成真正意义上的智能体。那很多朋友觉得这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每天也用各种 AI 工具去查一些信息啊。其实现在的这些 GPT 啊，它很像一个百科全书，就你问它什么它答什么，你不问它就挂机了。但是2026年的 Agent 它像一个数字的员工，它会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行动力。你呢只要给它一个指令，说你帮我开发一个新游戏，
你就不用管了，你就可以去睡觉呀。他自己会写代码、画素材、做设计，然后自己测试，然后自己去上线。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我们2026年职场的一个推演，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双曲线增长对我们人类的影响。首先是插画师，以前插画师画一张画要3天，到了2026年，一个 AI agent 1秒钟能生成上百张的画。所以你会发现，插画师从原来的艺术创作者渐渐变成了审核员。就你坐在电脑前面，把你的指令输好之后，那个画呀像瀑布的一样去流淌下来，你就在里面去找哪一张或者哪几张是好用的。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插画师，他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者，他就像一个饲养员一样。而且因为产量太大了，你这个画原来可能要1000块钱一张，你现在可能真的只能值1块钱，甚至都不到。其次就是程序员这个行业，以前写一个 app， 常常需要10个人，可能要干3个月。所以以前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叫做做一个 app 起码需要100万。但是到了2026年，哪怕你完全不懂代码，你只要是一个产品经理，你就对着 agent 说一通你自己的需求，可能过10分钟之后 app 就写好了。那代码谁写的呢？ AI。 测试是谁做的呢？也是 AI。 那原来那10个程序员去哪了呢？消失了。你会发现他们的价值就被其他的 AI 给稀释掉了。这就是福尔斯特公式当中那个无穷大的现实上的含义，就是当 AI agent 开始自我复制，它开始不知疲倦的24小时的开始工作的时候，地球上的这种智能实体的数量会指数级的爆炸。就是对人类来说，我们以前老是说，哎呀 AI 会不会替代我的工作，我会失业。从这种趋势上来看，已经不是失业，而是一种像人类到硅基生命中物种级别的替代。我们以前会觉得自己的理性逻辑啊，我们的一种思考能力啊，我们的人生经验特别厉害，但是在 AI 面前真的是太弱了，太慢了，太贵了。这就是我们2026遇到的第一重危机，就是我们的饭碗、社会地位都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个呢，还只是站在一个科技圈来看，但如果我们抬起头来看看天上的星辰，你会发现星象学与科学家的预测居然达到了一种默契。如果你去问一个严肃的占星师，注意是严肃不是娱乐的，2026年最大的天象是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叫做土星跟海王星的合相啊。你可能觉得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不用管，你只要去看看历史上出现过的海王星跟土星合相的一些历史。上一次这2颗行星见面是在1989年，那一年的11月9号，在柏林就发生了一件改变世界的大事，就是柏林墙推倒。大家回想一下，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前的28年，这堵墙它代表着什么？叫做绝对的权威、冷战的铁律、不可逾越的物理上的一种边界。它符合星象学当中对土星的定义，就是现实、规则、冷酷、限制。但是在1989年那个晚上就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也没有军队来打仗啊，也没有政府说我正式的命令啊，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人心变了，成千上万的东柏林人像水一样的涌向检查站，就那种力量就像海王星的那种意象一样，叫做梦幻般的狂热。就士兵看着这些眼前的人海，按照道理来说他是要开枪的，就不允许你们过这个墙，这就是规则，也是土星的能量。但是在人性的洪流之前，它象征着海王星告诉他你不能这样做。最后呢，就栏杆被抬起来了，人们就冲上去，爬上墙头，开香槟，拥抱，把原来那个墙砸了个稀巴烂。如果大家现在去德国旅游的话，原来那个被砸坏的墙，甚至还给你拉起来做一些小的纪念物。这就是土海合相，也就是说，现实当中的边界土星被理想的洪流给冲垮了。或者换句我们通俗的话，就是原来的这些旧规则、旧秩序，人心思变。而且就在同一年的1989年，还发生了一件当时不起眼，现在看起来非常厉害的事。在当时日内瓦的 CERN 实验室，有一个叫做迪姆·伯纳斯里的年轻人写出了万维网的源代码。这就是海王星的一种意象，人类从有墙走向没有墙的虚拟世界，信息不再像过去完全被截断，而像水一样自由地流动起来。也就是说，每隔36年，土海一见面，旧世界原来定好的这些死规矩就要被冲击一次。那么下一次见面就是2026年的2月20号，
而且这一次理论上它要比1989年还要猛，因为它们合相的位置在白羊座的0度。在占星学当中这是黄道12宫的起点，是春分点，代表着创世纪。那么这一次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一种规则的崩塌呢？如果1989年是过去的这种边境线是一些冷战的这种铁律，那么在2026年很可能是我们真实和虚拟世界边界的消融。大家试想一下，现在大家去看一些视频用 AI 生成的，可能已经让你都分不清真假了。甚至大家已经在研发如何用脑机接口把我们人类的意识上传云端。我们现在看到用 Agent 可以帮我们完成很多的工作，你会发现我们原来非常习惯的这种好像很现实的这种规则，跟未来的这种在 AI 工作之下的这种虚拟工作，到底有什么样的边界呢？那这还不是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说在新的世界可能会有很多新的机会，但是在新旧之间它会有一个漫长的冬天。那社会学家就会告诉我们，2026恰好是80年大周期当中最低谷的时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整个社会上大家普遍觉得很焦虑，觉得心很累的一种原因。我相信现在屏幕前的很多观众会觉得，无论是工作生活，都会觉得很少像过去20年前那么有朝气有兴奋，而是觉得好累就戾气也很重，内卷，未来迷茫，觉得努力也没有什么用。就大家去听20-30年前的歌和现在的歌的这种氛围感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正好处于一个80年大周期当中最低谷的时刻。在美国的历史学界有一本非常神奇的书，就叫做《第4次转折》，作者呢是尼尔豪，他就提出说，这个人类社会就像大自然一样，也有春夏秋冬，一个完整的周期呢大概是80到100年，也正好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寿命长度。那我们来快速的去回看一下这80年的四季，那你就能明白2026年到底会怎么样了。第一个阶段是春季，是复苏期，也是在1945到1965年这20年当中。当时呢是2战结束，新秩序建立，大家都觉得欣欣向荣，努力建设，相信呢集体主义。对我们的很多父辈祖辈来说，是当时的黄金年代。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夏季觉醒期，是1965年到1984年，这是上一轮丙午年发生的日期。就当时的年轻人终于开始叛逆了，不想按部就班了，所以那种靡靡之音开始传到了大陆，大家开始喜欢听邓丽君的歌了，像当时的嬉皮士摇滚乐还有各种主义开始兴起，大家开始觉得精神上的追求比赚钱要重要。到了第三个时期呢，就是秋季，叫解体期，在1984到2008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叫个人主义盛行，消费主义狂欢。换句话说就是笑贫不笑娼，就是搞到钱你是最厉害的。所以之前的那些制度和规则受到了质疑，所以有些人就哀叹说风气不像以前那么纯真了，但这就是秋季所带来的特点。那么到了第4阶段就是冬，它是从2008到2028。那么从2008开始的金融危机只是像第一场雪，从此之后泡沫破裂，信任崩塌，全世界范围内普遍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民粹主义抬头，大家就发现你再用以前的那种社会规则不管用了。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年轻人就觉得父辈那些人爹味好浓所谓的爹味好浓，就是他讲的这种规则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根本就不实用了。那我们现在正处在什么阶段？就是在这个冬天当中的最深最深的地方，而2026年就是第4次转折的最高潮的阶段。那历史学家就告诉我们，每次到了这个周期的冬季的末尾，社会都要来一次阴影重启，也就是说往往会伴随着一场巨大的危机，有的时候是战争，有的时候是经济危机，也有可能是技术的彻底的颠覆，比方说 AI。 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危机，旧的制度，就是大家觉得已经僵化的没有用的，才会被彻底的打破，春天才有可能过来。所以2026之所以非常重要，不仅仅说它是一个科技上的什么基点，而是社会周期上的拐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焦虑，就是因为它的季节变化。那么西方人叫它们 crisis， 而我们东方人用一种更加古老的意象化的词去描述这种会有切换的一种能量，就是火。那么2026在我们的干支纪年法当中是丙午年。稍微了解一点传统文化的朋友，一听到这2个字，下意识就反应说，哎呀，这不就是赤马红羊节吗？就是下一次会不会出一些大事？
那关于这个论点，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通过历史数据统计发现是不靠谱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能量学的视角来拆解一下这个年份到底为什么它会特殊，就是因为站在我们感受的层面上，2026它的火气，就是它的火的这种能量非常非常的足。我们看它的配置啊，天干是丙，丙呢是太阳之火，猛烈无私，普照大地，甚至有点霸道的那种大火。而地支呢是午，生肖是马，五行呢也是火，在12长生运当中啊，午火是处于地旺的状态。什么叫地旺呢？就像皇帝登基了，能量达到了巅峰，甚至有点过头了。而纳音是天河水，你不要觉得它是带一个水字就是灭火的水，不是，这叫银河之水，气势磅礴。当太阳之火做到了地旺之火的上面，在命理学当中啊，就叫做比劫帮身。简单的说，就像一个超级的高压锅，里面压力已经到了顶点了。那么这种能量状态，它必须要找一个出口来释放出来。如果释放的好，就是开天辟地的工业；如果释放的不好，就是玉石俱焚的灾难。那我们可以翻看历史，在之前的几次高压锅爆炸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60年前，就是1966年，这股火就释放到了意识形态之上。中国爆发了一次革命，而旧的文化结构被烧毁。西方也爆发了一次新年的反战运动，就是你会发现是当时人类思想上非常非常人心思变的一年。那么到了120年前，就是1906年的丙午，这个火是烧到了自然界当中。当时美国的旧金山大地震，城市被烈火吞噬。而同年大清王朝在干什么？在预备立宪，尝试自我革新，但只可惜为时已晚。那你会发现啊，好像这个丙午年不一定是发生一些灾害，也不一定有战争。比方说之前我们统计像公元的646年就是贞观之治的盛世，但是它一定伴随着一些巨变。那你说这2026年的这一把地旺之火烧到什么地方去呢？在这个离火大运，我们之前介绍过像3元9运的这个大背景之下，火代表什么？代表科技，代表虚拟，代表链接。所以这个能量当中啊，最好的参考时间不是最近，而是在800年前，就是那个著名的丙午年，诞生了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男人。他做的事情跟今天的 AI 的这一把火，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是非常相似的。在公元1206年，也是丙午年，在乌兰河的源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驻部，被尊为成吉思汗。大家一谈到成吉思汗，想到的可能就是杀戮、征服、弯刀。但是如果你站在文明变化的这个视角来看，它实际上很像一个产品经理，它解决了一个当时的世界的痛点，就是信息孤岛。在此之前啊，世界各个文明之间啊，它虽然有联系，但是非常的弱，几乎是断联的状态。像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很少，中国对中亚的了解很少。那成吉思汗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建了一个覆盖整个欧亚大陆的超级网络，就叫驿站系统。他在整个广袤的土地之上，每隔30公里就设一个驿站，备最好的马、最好的粮。大汉的信息啊，就是通过这种换马不换人的方式，日行500里。这在当时啊，就是最快最快的速度了。所以从某种角度看，它有点像13世纪的互联网那个骑马的那个信使，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传输数据的一种光纤。那靠着这种网络呢，成吉思汗就打破了物理空间上的信息壁垒，他把分散的骑兵啊整合成了一个统一的，像云端系统一样，哪怕在上千公里之外，就如屈手指一样，那么灵活可以调度。这就是为什么蒙古铁骑可以横扫世界，不是说单体的作战能力一定比别人强那么多，而就是因为它的信息联络非常的便捷，信息的壁垒被消融了。那回到了2026年，你会发现也不过是把当时的工具升级一下。1206年丙午年的火马是成吉思汗用驿站连接了他的空间世界，而2026年的丙午火马是 AI 用神经网络将认知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你会发现现在的 AI agent 它有点像那种驿站的信使一样，它可以轻松的跨越语言的障碍，可以跨越专业的壁垒，就是把全人类的知识整个成一个像一个超级大脑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成吉思汗是那个时空世界当中的那个征服者的话，那你会发现2026的 AI 它是一个认知世界的征服者，
就是它将彻底打破我们对原来认知能力的这种隔离。我们以前会嘲笑说你一个人生病了怎么会上网搜索，但今天有的人不懂医学，他居然可以靠着 AI 能够发现一些冷门的一些疾病，甚至医生都没有发现。你会发现在 AI 时代，纯粹的专业技能上的护城河渐渐被填平了。有的人会之前说我们还是有一些很厉害的一些专业能力，这2-3年的时间都会发现渐渐被削平。当然听起来很不错啊，但是如果你代入一下当时在成吉思汗时代的中原的百姓、欧洲的骑士的时候，他们当时是非常绝望的，因为他被降维打击。你这边还在慢吞吞的传递消息，那边已经从天而降，而且调度有序。那么到了2026年 AI 这样一个新成吉思汗冲过来的时候，那我们普通人，你到底是一个骑在马上的骑兵，还是被践踏过去的那个草呢？那我们讲了光的这一面，那有光它就会出现阴影，因为丙午年的能量太强了。如果这个火不向外去扩张，它就会向内燃烧自己。在500年前，法国的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他的百诗集当中就写了一段非常奇怪的句子。在第1季的第26首，他就写到：巨大的风群将在夜间升起。那个年代大家说风群怎么会在夜间升起？有的人觉得它可能是拿破仑，因为他的家徽之上有蜜蜂。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到2026年的科技语境当中你想象一下，夜间升起的风群最像什么？它是不是非常像我们最近看到报道的 AI 控制的无人机的风群？大家去搜一下最新的军事新闻，你就知道它现在这种风群已经不像过去用人类的飞行员一个个去控制，它完全是通过 AI 的方式建一个叫做蜂巢意识，就是成千上万的无人机，它们之间彼此通信，像一个整体一样思考，可以包围，可以突袭。所以如果说在过去的这种老式战争当中是靠骑兵本身的这种机动性，那么到了2026的这种无人机的战争，它靠的是谁的算法更厉害。诺查丹马斯在他的诗当中还写到，叫做伏击和火焰，就和我们之前说的离火运，离火你看主中空之物，主飞弹空战等等，不谋而合。而且当智能的成本越降越低的时候，暴力的成本也会越降越低。那么除了人为的火之外大自然似乎也在呈现出同步。那么根据 NASA 和 LoRa 的最新预测模型显示，目前的第25个太阳周期将在2025年到2026年达到太阳活动的极大期，就意味着太阳的耀斑和地磁风暴会变得异常频繁。那你说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就是什么那个 GPS 导航不是很好？不是。在20世纪初，苏联有一个天才的科学家叫亚历山大·齐热夫斯基呢，他创立了一门学科叫太阳生物学。他把1700年开始到1900年的人类的历史和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他做了一张对比图，就发现它们之间可以拟合。人类历史上80%以上的大规模的革命、暴动、战争，居然都是在太阳黑子的峰值时期发生的。那么齐热夫斯基的理论呢，是说强烈的地磁运动会扰乱人类的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让这个群体呢变得易怒、躁动，会缺乏耐心。就像天气闷的时候，大家会心情不好，容易吵架。当太阳风的这个风暴横扫地球的时候，整个人类社会的这种情绪都会变差。所以大家回想一下，你看这2年的感觉，是不是就觉得戾气很重？像网上稍微有一点火星就能吵翻天。像路上如果车之间开了不顺的时候，也会有路怒症。所以从这个模型来看，可能也是环境的能量在影响人。那么到了2026年，这种躁动会达到顶峰阶段。那么天上会有土星、海王星的这种迷幻感，地下呢会有丙午火马的烈火，头顶上又有太阳风暴的辐射，人间又有像 AI 蜂群的威胁。但是我想可能还有一种更深的危机，虽然现在我们直接看不见，但是它会深深地影响我们人类社会的信任基础。你看我们前面讲到，在2026认知的墙可能会被推倒，我们就在网上很难区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想象一下，在2026年的时候，你打开手机，你可能看到一个视频说，某一个大国的总统发表宣战演讲。We face the unthinkable. Our nation is at war. We did not choose this fight, but we will answer it with every resource, every drop of courage. 这个东西是完全 AI 生成的，专业上的叫做
deepfake， 或者是你接到了妈妈给你打来的电话，海龙，妈妈在这里遇到麻烦了，快给我转钱，现在就转。好的，妈妈，我马上转给你。真的对一些上年纪的人防不胜防。所以你会发现，到2026的土海合相的时代，眼见不再为实了，耳听也不再为虚了。就是在互联网当中呢，有一个叫做死互联网理论，他就认为呢，在未来的互联网当中，90%的内容是由 AI 生成的，只有10%可能是活人。而在2026年，这个比例可能会降低的更低，那有可能是99比1。所以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评论、文章、视频，可能都是 agent 之间就左右脑互搏的产物。真的，你到时候想去看一个真人的一些内容，反而很难，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想去买一个手工制作的车一样，很困难。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人类遇到一个很大的危机。就不像以前看电影当中说 AI 跟人类有战争，而是它可以用海量的信息去淹没我们人类原本的信息。你打开网上之后，你不知道该相信谁，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也不知道你屏幕对面是不是真的人。所以这种对我们已经习惯了原本认知的这种人类来说，真的会是一种很大的挑战。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了推背图当中的那句谶语，叫做黑兔走入青龙穴，欲进不进不可说。你会发现从2023的黑兔到2024的青龙我们走过来了，但是接下来从2025的蛇到2026的马，那就正好是不可说的那个阶段。所以我想大家聊到这个地方可能会感叹说，哎呀，那这个未来好多信息也是假的，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危机，怎么办呢？其实所有的预言你会发现它其实都是有后门的，就是只要我们掌握了那个法门的话，其实反而可以借助危机来找到我们自己的机会。那么最后我们就想聊聊我们如何去应对2026。我首先想聊聊我们的这种焦虑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2年大家整体感觉好像时间变快了，就像以前可能1年是1年我们做好多事情，但现在好像1年就像1个月一样，哗的一下就过去了，总觉得有一些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又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就像荣格说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一样，所以当我们很多的人或者所有的人都感到焦虑，都在谈论什么所谓的末日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个体出问题了，而是我们这个物种的一种直觉的感受已经感受到可能会发生一些巨大的一些变化。而焦虑本身实际上是在为我们调动资源，就有点像我们要参加那个100米跑了，在发令枪响之前，你心跳一定会加速，肌肉一定会紧绷，所以焦虑实际上是为迎接那个拐点在做准备。那么面对未来的这一些变化，我想我们有3方面的工作是可以去做的。那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做那个骑在马上的人，我们叫认知啊。在丙午的火马年和 AI 爆发的时代，最危险的是什么呢？是燃料。我们以前还尝试着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包括我们去背一些知识，甚至我还看到有阿姨每天在查阅很多的文献。但是你要去跟 AI 去比知识量，那简直就没有办法比，你会被瞬间比下去。而我们更多的要学会从一个查知识到一个驾驭者的角色。就像你看那个成吉思汗，他虽然马是很强的，但是马本身并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必须要有人去调度它。所以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我们要把以前从一个执行者的角色变成一个指挥者啊，一个导演，一个主编。AI 只是我们的一个小弟，就是你指挥他干活。AI 可以当我们的秘书嘛，当我们的摄影师，当我们的画师，当我们的医生。所以我们原来从专业上，比方说我专门从事画画写代码，变成了我是去做决策，或者说我们要掌握这种提问的能力，从干活的角色变成了做决策的角色。这我觉得也是倒逼着人类心灵成长吧，就不能再做孩子了。在 AI 时代，我们常常会说，会提问的人才能真正的驾驭 AI。那第二呢，就是接地气。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土海合相，那个土呢是代表现实，所以你会发现，当2026全世界大家都沉浸在这种虚拟世界、这种伪造的视频，甚至我现在看有的 app 当中全是 AI 做的视频了，还有这种算法推荐，那什么东西最值钱？就是真实。因为当所有的内容都可以用 AI 来制造的时候，身体的体验是没有办法用 AI 替代的。就我建议大家可以花时间从网上下来，就回到生活，回到自然界当中。你可能去撸铁，或者去公园里面去触摸一下大树，甚至给自己烧顿饭，和朋友面对面的喝杯茶，去感受这种风吹在脸上的感觉。
这种真实的身体上的感受是 AI 无法模拟的护城河。第三就是在我们精神层面上叫做斯多格心态，因为面对这种转折的社会动荡，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焦虑。像我自己做 AI， 我发现跟很多客户在聊的过程中，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很担心说，你这个智能体上来之后是不是就要把我们干掉了？我能感觉到大家确实很担心啊。但这个时候我们去看看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卡说的话，他叫我们在想象中受的苦远比在现实中受的苦多。你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担心的这些灾难根本就不会发生，或者就算是发生了，你担心也没有用，就是中国人说的杞人忧天。尼采还有个更狠的词叫做爱命运，也就是说不管2026发生什么，是 AI 取代了工作，还是社会出现了一些动荡，我们可以不做受害者。就像我们玩游戏一样，这个游戏换大版本了嘛，这个新版本可能不是很适应，这个怪怎么这么强，但是它掉的装备也好呀，所以你来了新版本就跟着它玩就好了，适应它，玩通它。让我们回到视频最开始说的那个末日方程。1960年的福尔斯特算出了2026年的11月13号是末日，但我认为它可能更像是人类文明一种毕业典礼，就有点像一个孩子啊，在那个母体当中，在那个子宫当中待了10个月。那你说在母亲当中很舒服对吧？温暖、安全、有边界感，但总有一天子宫已经装不下一个胎儿了，你迟早要离开母体。那么对于胎儿来说，那这个分娩的过程就是世界末日啊，因为你原本熟悉的子宫的环境彻底就崩塌了，你还要经历那个很痛苦的挤压的过程，就是活马那种意象。但是对生命来说，反而这是一次真正的诞生。就像2026，它有可能是人类文明分娩出来、剪断脐带的一年。我们从单一的碳基生物正式过渡到和硅基生物之间相互协作、相互共生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想，与其恐惧未来，不如拥抱未来。所以，与其去忧虑2026，不如拥抱这个变化吧。那么以上是我们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那么如果这个视频让你在迷茫当中感受到了一丝力量，可以把它分享给那个正在焦虑的朋友，让我们在2026的路口互为队友，见证这个新时代的来临。感谢你的倾听，也感谢你的点赞、分享、关注、评论。我们下期再见。你有过人的体温吗？有过心跳吗？闻过花香吗？看得出天空的颜色吗？你流过眼泪吗？世上有人爱你，情愿为你去死吗？